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昨天，也就是2月17号上午，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画面。这是时隔6年半之后习近平在任上召开的第2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立刻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座谈会之前的前3天，也就是2月14号，路透社发了一个独家报道。这篇报道透露了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在2月17号，也就是本周一将会在北京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习近平亲自主持。第2个信息就是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他将会参加这次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马云过去5年受尽了凌辱过着近乎隐姓埋名的生活。那如果他要是能够参加这次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跟习近平见面，那或许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所以路透社这篇报道发出来之后市场上立刻就在关注：第一，2月17号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会不会召开？第二，如果召开的话，马云会不会参会2月17号的上午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如期在北京召开了。上午的时候只发了一个简讯，这个简讯呢流传出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习近平面对观众对面呢都是一排企业家，这排企业家的后脑勺都对着读者所以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根据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后脑勺来猜测哪些企业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对于中共来说，什么人可以参加会议那就有非常强烈的解读信号，那就意味着你这家企业，也包括你这家行业都有可能受到了中共的认可所以大家都在猜这后脑勺背后都是谁。结果就拿着这个照片，一张照片一张照片来对照，据说还动用了 DeepSeek， 很快就猜出来习近平对面呢是任正非和王传福，这2个人在 C 咖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正对着习近平然后紧随左右呢是雷军。雷军呢比较好猜因为雷军的头发比较茂密，还露了半张脸然后好像还有那个新希望集团的刘传福，然后呢好像还有那个王兴兴，就是宇树科技的那个 CEO， 就是春晚搞机器人的那个宇树科技紧接着好像有人猜出来有马云。马云特别瘦小嘛，是不是一看就是他那个身材就像马云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谜底揭开了，因为央视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中间呢有这些企业家的正脸鼓掌的，大家一对，有这么多企业家有宁德时代的老总曾毓群，也有腾讯公司的老总马化腾，还有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还有美团的老总王兴还有这个维尔集团的老总郁仁荣等等加起来林林总总一共是13、14位。据说百度由于他的老总没有入选这次参会的名单百度的股票当天立刻就暴跌所以你就知道在中国一切经济其实都是政治那么通过这个报道，大家也确认了马云的确是参会了。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播了一个8分半钟的新闻，在这个8分半钟的新闻，我们知道马云虽然参会了，但是他没有发言。习近平参加完会议之后走下来跟这些民营企业家会面会面的过程中跟马云也握了手，央视还给马云一个带有后脑勺的这个镜头据说马云参加完会议之后就发了一段视频。很多企业家们在座谈会上面，领导跟大家听取意见，给大家每个人5分钟。我发现很多企业家3分钟自吹自擂，2分钟拍马屁，啥都没说。如果你不讲真话，不讲实话，怎么让我们的政府部门做经济战略的判断和决策？所以我希望大家讲真话，讲实话，讲可行的话。放错了我相信马云就是吃了雄心咽了豹子胆，在这一次民营企业家会议之后他也不敢再这么嚣张的讲话了他应该非常体会到了祸从口出4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2020年之前，马云在中国差不多是最出风头的中国企业家，他本人也非常高调，习近平经常出访的时候也带着他但是2020年蚂蚁金服要上市，结果呢，马云在上海外滩不是搞了一个演讲吗？说中国的那些银行都是当铺思维。结果据说习近平震怒，
叫停了蚂蚁金服上市的这个过程啊。紧接着调查组就进到了蚂蚁金服，最后呢，蚂蚁金服被罚款70亿人民币。不久呢，马云呢就悄咪兮兮的跑到国外去了，在日本还住了大半年啊。2023年的时候啊，马云回到了国内啊，但是回到国内之后，无论是支付宝还是蚂蚁金服啊，都开始了去马云化的过程。我记得当时啊，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言下之意啊，就是你马云啊，你别翘尾巴。你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都是党和政府给你的，并不是说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或者说不光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你一定要认清自己。结果最后呢，马云退出了阿里巴巴的董事会，也退出了蚂蚁金服的董事会，由过去啊这2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成了一个财务投资者，一个大写的惨字啊。2024年啊，蚂蚁金服啊创办20周年，马云呢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脸，发表了一个演讲。未来的20年 ，AI 时代所带来的巨大的变革，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因为 AI 会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AI 会改变一切，但这并不代表 AI 会决定一切。技术固然重要，但是未来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今天我们为这个即将来到的时代做些什么真正有价值，而又是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这个演讲呢，他就低调多了，没有怎么再提自己，讲的是一个 AI 社会啊，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挑战啊。据说今年年初啊，马云呢到阿里巴巴的园区呢，看望了阿里巴巴的员工，很多员工对马云的出现呢欢欣鼓舞啊，非常欢迎他呀。马云这个人呢，在我看来啊，虽然他在后期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有一点飘，经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啊，但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确实是很了不起。所以阿里巴巴那些员工跟他也有感情。所以这一次啊，马云出席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确确实实说明一个信号，就是过去5年啊，中共跟马云之间的恩怨纠葛算是告一段落了。有人解读啊，说当妈的如果做错了，不会给儿子道歉啊，他只会说回来吃个饭吧。我觉得这段形容啊特别传神，因为在共产党看来啊，你们马云呐、马化腾啊这些民营企业家，你干得再出色，你也是我的儿子。你可以想象一下，马云如果在国外，那相当于谁呀？那相当于马斯克啊。那马斯克现在在美国多嚣张啊！人家现在生儿子都生到第13个了，人家随便看着哪个人就跟这个人就生一个孩子。你看美国人拿他怎么着了？然后你看他还动不动就接见什么印度的总统啊、莫迪啊等等啊，宛若美国的常务副总统。但马云呢，在中国呢，虽然说你贵为阿里巴巴的总裁，但其实你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上不值一提。对于中共来说，这些民营企业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用的时候你就是国之重器，不用的时候就弃之如敝履。所以想想啊，真的是蛮心酸的。但这就是咱们国家的国情，不是吗？所以马云这一次被习近平重新召见的时候，那是乖得不得了啊。我们说回到这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我们知道啊，这个2018年的时候，习近平召开过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而时隔6年半之后啊，他又召开了第2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那么这2次座谈会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这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又可以解读出哪些空间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啊。首先啊，这个座谈会报道出台之后呢，很多人都说这一次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规格比上一次啊稍微高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出席的中共官员的规格高了。上一次啊，中共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有4个常委出席，习近平、汪洋、王沪宁啊、韩正。那么这4个人中间呢，汪洋呢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呢是书记处书记，韩正呢是国务院副总理。而这一次呢，还是4个常委参加啊，习近平、王沪宁，然后还有这个李强，还有一个丁薛祥。但是李强呢是国务院总理，
那就比过去的韩正的副总理级别要高了一些了啊。这个分析呢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他没有考虑到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2018年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国务院总理是李克强，而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对李克强是不太感冒的，他甚至搞了很多小组，把国务院都架空了。所以习近平不让李克强来参加这个会议，未见得不是说希望把会议的规格搞低，而是本身不信任李克强，这是一个因素。而现在呢，李强是自己人了，所以呢就来了嘛，对吧？第二个因素，上一次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主持人就是习近平，而这一次的主持人呢是王沪宁。那习近平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话，那就说明他对这个会议的重视程度格外高啊！你想想，自己亲自主持、亲自部署、亲自指明方向啊。而这一次呢，是王沪宁主持，他只是亲自部署，没有亲自主持啊。所以呢，规格又比2018年的略微低了一点。所以在我看来，这2次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的规格啊差不多，体现出来的重视程度也差不多，不能说这一次就比上次呢更重视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看一下这2次企业家座谈会与会的这些企业家的名单。这企业家的名单呢有解读的空间啊。上一次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那些名字啊大多数都比较陌生。你比如说啊，有这个马化腾参加，大家认识；孙彪阳啊，这个恒瑞公司的老总啊，其他的就几乎没什么名气了。比如说刘基仁、卢伟鼎。卢伟鼎呢是万象集团鲁冠球的儿子，刚刚接班的啊。然后还有王小兰、卢勇、汤晓欧、刘汉元，这些名字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背后的企业是什么。因为上一次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它主要召集的是中小企业的代表，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曾毓群宁德时代的老板，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公司的老板，南存辉正泰集团的公司的老板，王兴美团的老板，刘永好新希望集团的老板，任正非华为的老板，王传福比亚迪的老板，于仁荣维尔集团的老板，雷军小米科技的老板，梁文雄 DeepSeek 公司的老板。那这些企业家同时也都是社会的明星。而在这次企业家中间有6个人发言，其中最重要的2个人，一个是任正非，一个是王传福。这任正非大家都知道，那华为公司的老板呢？华为公司在去年的时候啊，这整个的营业收入已经达到了8000多亿啊，去年是7000多亿，今年是8000多亿。那么今年跟去年相比啊，整个的增长大概是22%。华为这几年啊，还受到了美国的这种禁运嘛、打击嘛，手机业务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但是经过了3年左右的时间，华为的业绩啊不降反升啊，而且增长的速度还非常快。所以华为作为民营企业的这 C 咖中间的 C 咖，第一个发言来言之有据，对吧？第二个王传福，现在他的年报还没有公布啊，但是他的比亚迪的汽车产量在去年的1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27万辆，跟前年相比啊，已经增加了40%。这个整的营销额啊，我预估啊，差不多能达到7000亿人民币啊。也就是华为啊和这个比亚迪很快在未来的几年都有可能冲到万亿俱乐部。那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所以它是 C 咖中间的 C 咖。当然雷军也不错啊，那小米科技最近呢也是风头正劲啊。王兴兴宇树科技的 CEO，春晚上就已经出尽了风头啊。那么这2批企业家之不同啊，它代表着什么啊？那背景又是什么呢？在这里头呢，我自己来分析分析啊。2018年的时候，中共搞这个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啊，其实有一个背景，就当时啊，那不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吴小平吗？他说啊，民营企业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啊，今后呀逐渐重新搞公私合营。这段话出来之后啊，那当时把很多人吓坏了，因为共产党啊对民营企业从来在法律上没有给他一个根本的地位，因为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隐含着将来我们要发展到高级阶段，那不是还要搞公有制吗？你民营企业只是在阶段性的历史阶段上啊可以发挥作用，那如果是跨越了这个阶段，就不需要你了吗？所以当时这种背景啊，
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恐慌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18年的时候，中美之间第一次爆发贸易战，就川普当时在任上嘛，所以中美之间的那种经济上的竞争呢也非常激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那次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那次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啊，习近平就在那讲了，有人说民营企业无用了，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没有这回事儿，要给大家稳定军心。但这一次的背景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跟2018年有很多相似之处。川普又重新上台了，又重新回到白宫了，又再次跟中国要在经济上开打贸易战，又加了10%的关税啊！而且啊，大家可以看到，中美这两个大国啊，在经济领域内的全面竞争，不管川普啊，中国准备搞贸易战啊，其实这也都已经是箭在弦上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啊。第二个背景就是过去的5年，中国的民营经济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我前面不是讲了吗？以蚂蚁金服、支付宝啊，把马云呢给清除出去为代表，让很多民营企业家不寒而栗。你就算是你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企业，做到了马云这种程度，一句话，你不是失去了所有吗？你不就是从蚂蚁金服、从支付宝滚蛋了吗？紧接着，那教培市场的整顿，那把俞敏洪整的是吧，一片哀鸿遍野呀。那全国1万多个教室一夜之间就都关停了，搞得俞敏洪不得不到就网上去卖货去了。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家其实在过去的5年里头日子不好过，尤其是过去这1年啊，由于整个中国经济低迷的过程中间呢，又搞远洋捕捞，然后很多地方又乱罚款。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呢，在市场中间始终面临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国资侵占民营企业的问题；第二，就是市场监管问题；第三，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地位问题。应该说这3个问题啊，在过去几十年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始终存在，但是呢，它会波段性的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会变得尤其严重。所以在我看来，就这一次搞民营经济的座谈会跟18年那次啊，实际上啊有这个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那么我们就紧接着来分析一下这一次啊，习近平啊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到底透露出哪些意图啊？中共的这些讲话一般来说都是大话空话套话，但是这个大话空话套话背后有信息，我就帮着大家来解读一下习近平这些空话套话背后的那些真实的信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这篇报道挺长的，几千字啊。第一段他讲的什么呢？他说，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段话在我看来仍然是在给民营企业家送定心丸，那意思就是说，我没要吃掉你，或者说至少现在没要吃掉你，你们放心，是吧？有狼对羊喊话嘛，是不是？别着急，我今天已经吃饱了，或者说我今天其实咱们还是可以和谐共处的。这个定心丸我觉得跟18年是相似的。18年那个时候大家恐慌要搞公私合营，而这一次大家是恐慌政府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随意对民营企业开刀。那么紧接着习近平在讲了第2段，他说，中国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巨大，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别走。不，现在不是有很多企业家都要润吗？这些大企业当然润不了了。你比如说马云想润，他实际上是润不掉的，他人参可以润出去啊，他企业是只能留在国内送给中共啊。但是最近几年，很多中小企业主那是不遗余力的，尤其是疫情之后，把自己的企业卖掉，或者把自己的产业转移到国外。那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你不要认为是外资在跑啊，很多国内的内资也在跑啊。
所以习近平现在讲的是，其实中国的14亿人的市场非常庞大，我们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很完善，不要走，不要走，你留下来啊，要留下来，要给你留下来提供信心。紧接着，习近平也强调了，说了啊，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上是在改革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不是长期的，是能够克服的，不是无解的。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现在民营企业造成的一些困难呢，不是我搞的，你不要怪到我身上，这是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为什么这次找的都是这些大咖？你看这些人不都转型升级的挺好的吗？你们要按照他这个来，你要树立信心。那就是说，不是我在市场中间乱罚款、乱收费搞的啊。紧接着他又讲到了，这段话就比较重要了啊。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重点。凡是党中央定了的，都要坚决执行，不能打折扣。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开开放，继续下大力气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要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同时要认识到，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类所有制的违法行为都不能规避查处，要认真落实各项纾困措施，提高政策精准度，注重什么来着？我找一找。综合措施对企业要一视同仁，要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立足实际，统筹抓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落实。这一段呢是中共对民营企业家的承诺。在这段承诺过程中，隐性的讲到了前一段时期远洋捕捞、乱罚款、乱收费、乱检查、乱查封的问题。你们不要再搞了啊！不要再把民营企业家搞远洋捕捞了啊！你再搞的话，这些人都跑了，都不干了。然后呢，要继续承诺在基础性、竞争性领域内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的问题。然后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那这说明什么？那就说明中共实际上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市场中间的社会地位啊，仍然是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那综合看下来啊，我个人觉得，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召开这个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呢？也包括他选取的这10几家的企业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在我看来啊，这10几家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都是最近几年中国成长起来的，在高技术领域内创新的代表。华为是不是就是在电信系统里头，现在差不多是全球第一嘛？而王传福呢，比亚迪呢，是新三样中间电动汽车的带头人嘛？那维尔集团那是中国的芯片的带头人嘛？那雷军现在不也在搞电动车吗？还有一点你要记住了，这些企业全是民营企业，也是过去10年中国企业创新过程中间的领头羊。如果你去看一下现在中国企业中间啊，最具创新的这些企业，没有什么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你看中石油、中石化创新什么了，对吧？中国电信什么中国联通，它有什么创新呢？没什么创新，几乎还都是凭借自己市场经济中间的垄断地位啊，过日子，躺平。但是如果说过去10年啊，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所赢得的竞争力啊，几乎都是民营企业搞的。大家都知道，这习近平在2015年的时候不是搞了一个2025中国制造嘛的计划嘛？南华早报去年登了一篇文章，说截止到2024年的时候啊，这2025的中国制造啊，已经有86%实现了。这2025的中国制造啊，就是要产业升级，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升级到技术创新型产业。而这10几家企业
都是中国制造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有人统计啊，在过去10年啊，就中国企业的创新的30%几都全部来源于民营企业，尤其是出口创新过程中间啊，差不多有65%来自于民营企业。所以你想想，这个大的国际这个竞争格局中间，中美之间如果在经济领域内要拉开架势搞竞争，中共能离开民营企业吗？离不开。他如果离开了民营企业，说句心里话，他不但是跟中美之间的经济领域内的竞争会出问题，甚至整个国内的经济发展也会出问题。所以啊，如果我要解读这次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的座谈会啊，应该说经过过去5年的折腾，习近平的这一届的领导班子终于意识到，无论是国内的经济，也包括国外跟美国的这种产业竞争，都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创新。所以他要把这些企业家拢到一起，给他们吃定心丸，给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干。下个月中国的两会就要召开了啊，在这个时间点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深沉的含义，也就是说，这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给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下个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有可能会把振兴高科技产业的目标放到政府工作报告里头去。当然了，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啊，我们还要看中共未来啊能不能把这些政策措施啊落到实处。你就比如说马云来讲，马云你现在你跟他见了面，你跟他握了个手，当然呢算是过关了，但是毕竟阿里巴巴，毕竟蚂蚁金服已经完成了去马云化，那如何发挥马云的作用呢？你总不能把马云当一个玩偶，当个傀儡，开会的过程中让他发个言或者不发言就往那一坐。重要的是如何让马云重新变成一个企业家，重新在他的企业中间还能发挥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功能和作用。当然最后呢，我还要强调一点，我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确实是蛮了不起的。你想想，一方面国外对中国的很多行业是禁运，你比如说芯片行业啊，你比如说这个 AI 行业啊，机器人行业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在国内啊，共产党对民营企业也不怎么待见，是吧？它基本上跟国有企业也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啊。但是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还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成绩啊，就给点阳光就灿烂，确确实实说明中国的企业家挺了不起的。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啊，离不开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创新。中共这些领导人呢，应该格外的珍惜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你想一想，你都没把人当亲儿子，是不是？人家就为中国的经济贡献了绝大部分的 GDP， 绝大部分的产业外贸的这个数额，绝大部分的一个就业，绝大部分的这个产业创新。结果呢，你还隔三差五的收拾这批人，你这不是瞎折腾吗？中国如果但凡对这些民营企业家真的如果构建起来一个跟公有经济平等的竞争主体，那我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比现在发展的更好。不能朝三暮四，不能朝令夕改，不能喜怒无常，不能对这些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啊，这些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财富啊。你想想，美国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不就是因为它有马斯克，有比尔盖茨，有这样的企业家吗？那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能够腾飞？在我看来，也是因为这样的市场环境培育出来了像马云、像王兴、像曾毓群、像王兴兴这样的新一代的企业家嘛。这些企业家成长起来了，中国经济就成长起来了。如果这些企业家在中国经济被打压了，中国经济就不行了。所以马云的命运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是因为马云本身他投射到了整个中国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的集体命运。马云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可能就会好。如果马云自己都自身难保，那你想想，民营企业的经济在中国有明天吗？所以下一步我们想观察的是，马云他会不会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开会过程中间鼓掌的这么一个人，
而是他能不能继续回到董事会，继续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假如说马云可以回到支付宝，可以回到蚂蚁金服，那说明中共真的是认错了。所以下一步马云的动向非常值得观察。我们呢继续来观察马云，也包括整个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具体的境遇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